18个丫鬟每晚都会在铁板上跳舞，一个个脚丫被烫得通红，却依旧强颜欢笑，眼泪夹杂着汗水滴落在铁板上滋滋作响，台面上更是冒起阵阵白烟。大部分丫鬟坚持片刻就败下阵来，最后只有我风轻云淡的翩翩起舞。台下的小侯爷已经看得魂牵梦萦，而我的妹妹却心仪小侯爷良久，她可绝不允许小侯爷败在我的16裙下。于是当晚便抱着枕头进了小侯爷卧房，没想到小侯爷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你姐姐就不会像你这般轻浮。”这句话彻底打碎了妹妹的自尊，她竟拉着我从城墙上一跃而下。没想到我不但没死，还重生到了被父亲带回府的那天。我和妹妹立于两侧，父亲让嫡母从中挑一个养在身边。上一世，妹妹选择了贤良淑德的嫡母，而我则被养在了能歌善舞的姨娘身边。这一世，没想到妹妹先发制人，选了苏姨娘。我意识到妹妹和我一起重生了。我爹明显愣了神，他素来更疼妹妹，也知晓妹妹心气最高，如今放着嫡母身边做嫡女的机缘不要，竟要主动投去苏姨娘麾下。灵儿，你这是何苦？爹，女儿真的想好了，就让嫡母收养姐姐吧。说罢，他像怕迟一步就生变般，急慌慌直奔苏姨娘的院子。经过我时，还悄悄冲我勾了勾唇角。这一世就让你来做那个受尽苦头的嫡女。我怎会不知江陵的心思？前世他一门心思想做嫡女，抢先扑进嫡母怀里，可进了嫡母的院子，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。只因嫡母虽是正妻，却半分不得爹的宠爱，整个院子冷得像冰窖。而嫡母本人压根没有争宠的心思，更不会讨爹的欢心，每日只在佛堂清修。江陵跟着他被管得严丝合缝，天不亮就被婆子叫起，洗漱更衣后要去京中女子学堂听课，回来也不得歇息。嫡母会亲自盯着他拨算盘、看账本，直忙到深夜。江陵苦不堪言，尤其是当他被账目搅得头昏脑胀时，我正跟着苏姨娘去戏班子听戏，在他写字写得手腕发酸时，苏姨娘正领着我踏青放风筝，更别提年岁稍长后京中公子小姐的雅集会。我被苏姨娘打扮得艳若桃李，既能唱歌又能弹琴，京中王孙公子无不倾心，都称我为京城第一美人。而江陵却无人问津，他无半分才艺，嫡母教的那些持家本事在这种场合半点用不上。好在他还有嫡女的身份，说媒时总占些优势。后来他爱上永平侯府的小侯爷，不吃不喝跪在嫡母面前，求您去侯府为我说亲吧。年岁尚浅，此事日后再议。这般痴情癫狂，必生祸端，罚你去佛堂抄心经30遍。江陵在佛堂抄经时，我正在雅集上跳苏姨娘教的绿腰舞。苏姨娘本是舞姬出身，这绿腰舞是她的压箱底绝技。她亲手指导我在花间起舞时，一颦一笑皆风姿绰约，挑动无数王孙公子的心弦。据说那一日，京城男儿皆为我倾倒。这一世，妹妹毫不犹豫选了苏姨娘，她对我嗤笑：“在咱们江家，嫡女名分不过是个笑话，你去跟着那老太婆受苦吧。”嫡母这里的确苦得很，进了嫡母的房间，只觉这里像个冰窟雪洞，半分装饰没有，除了桌椅家具，就只有一尊佛像，一盏香炉。嫡母闭目礼佛，在悠悠檀香中开口：“你很失望吧？上一世以妹妹的性子，进屋时定是把失望写满了脸。谁能想到，堂堂主母失宠后，房里陈设竟不如一个妾室。要知苏姨娘的屋子铺金镶玉，富丽堂皇，派头足得很。我却平静地往香炉里添了块沉香。女儿觉得室内清简，人心便也明亮，再多金玉也比不上窗外照进来的阳光。”此刻阳光正静静洒在地面上，嫡母微微挑眉，她望向我的眸中闪过一丝讶异，显然没料到我会这般说。倒是个有意思的姑娘，也罢，你既肯跟着我，以后便由我教养。我管教严苛，教的东西你也未必喜欢。夫人教什么，微儿便学什么。堆积如山的账目铺在眼前，算盘架在桌前，嫡母手持戒尺，神情冷淡：“要专注，勿分心。超过3次，我便打你手心。”学看账目的确枯燥，远不如诗词风月有趣。这些数字看得人头痛，分清进账支出已十分不易，更别说从中分析门道。我不时也会昏昏欲睡，这时戒尺便会轻落在掌心，其实打得并不痛，我却会立刻惊醒。嫡母收起戒尺：“是很辛苦吧？”我先摇头，想了想又点头：“是很辛苦，可女儿知道，若我如今不学这些，将来嫁出去做了主母，人人都能仗着我不懂来欺负糊弄，那时只会更辛苦。人总要吃苦，女儿宁可吃学习的苦，也不愿吃无知的苦。”嫡母微微扬眉，她本是个极美的女子，眉目间依稀可见当年的清秀，只是如今素衣礼佛，身上带着沉沉木气。其实我很喜欢她，她虽对我始终淡淡的，却会在天凉换季时半夜悄悄来帮我掖好被角，再轻手轻脚离开。可我爹不喜欢，他素日里极少踏足我们院子。那天傍晚，我爹总算来了，他每个月会来一次嫡母这里，算是给正妻几分薄面。院子里的下人都欢天喜地忙碌，气氛比往日热闹许多。可这一次，我爹做了还不到半个时辰，院外就传来歌声。是谁在唱歌？小厮走上前：“是苏姨娘在叫林姑娘学唱呢。”不一会儿，苏姨娘就带着一阵香风走进来，她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牵着同样艳俗的江陵。张郎，听见灵儿唱歌了吧？是不是比我当年唱的还
还好。想当年你在湖心亭与我出狱，唱的也是这首曲子，没想到江王还记得。奴家这嗓子如今不如当年了，好在能交给女儿。灵儿，请你爹爹去房里再唱一遍，可好？爹爹，我和姨娘都想你了。院子里备了茶水果子，你一边吃一边听我唱，好不好？他和苏姨娘一左一右，巧笑倩兮，围着爹撒娇。不过片刻，我爹就被他俩拉走了。嫡母的房间里只余下满是寂静，几个小丫鬟难免面露沮丧。老爷1个月才来这么一次，还被抢走了。夫人，这菜还上吗？今晚的菜都是小厨房，得知老爷要来特意做的。嫡母还未开口，我突然站起，上啊！为什么不上？我爹不吃，我们吃。难道男人不来，咱们女人就连饭都吃不得了？上，都给我上！今天有珍珠灰吧，先是吧，我最爱这道菜。一个人就能吃掉1盆。丫鬟们被我说的精神一振，立刻动手布菜，屋子里的气氛又热闹起来。嫡母看我一眼，良久才轻笑一声：“好丫头，是个争气的。”此后，嫡母常叫小厨房做这道珍珠烩八仙，我吃了无数碗，却再没见过我爹的影子。他几乎日日宿在苏姨娘那里，府里有什么新鲜吃食玩物，也都先紧着苏姨娘和江陵。白日里，江陵见了我，笑得耳坠乱晃。瞧见了吗？嫡女又如何？爹的心在谁呢？谁才过得尊贵体面？他等着看我哭丧着脸的模样，我却神色不变，淡淡开口：“妹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小曲是戏子幽灵才唱的？苏姨娘如今能让你唱曲妖宠，以后就能用更低的法子作践你。”江陵脸色骤变，但不过片刻又笑了：“你不过是嫉妒罢了，等着吧，往后你有更多苦要吃。”说罢转身就走。可我并没骗他，前世苏姨娘也是这般待我，教我唱曲跳舞，让我给爹表演才艺博宠。那时府里只有嫡母和苏姨娘，嫡母不得宠，苏姨娘靠这些就够留住爹。后来爹又纳了年轻貌美的新人，这些手段就不够用了，苏姨娘便开始用手段给我下药，让我上吐下泻，在我练武的地上抹猪油，害我摔伤。等我病了伤了，她就去爹那里哭诉求情，用我的痛苦留住爹的关注。那些年于我而言，如同活在噩梦里。从苏姨娘身上，我看得明白，若依靠男人的宠爱过活，一生都要为这份爱与人争斗，斗到最后总有输的那天。而嫡母不斗，却从未真的输过。在那间血窟式的房间里，田庄的庄头、铺子的老板往来不绝，每个人都对他恭敬有加，半分不敢糊弄。府里的丫鬟婆子、小厮家丁更是井然有序，忠心耿耿。重活一世，我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主母。就这样，江陵跟着苏姨娘学唱曲跳舞，而我跟着嫡母学管账理家，打点府中上下之余，我向嫡母提了个新要求，我想学剑。嫡母骤然怔住，她房中确实挂着一柄宝剑。从下人的只言片语中，我拼凑出她的过往。她曾是江门虎女，15岁时提剑杀穿叛军重围，为被困城中的父兄送信。只是后来父亲战死，兄长娶亲后，便草草将她嫁给了身为五品文官的爹。往事蒙尘，宝剑也在墙角静静落灰。上一世，灵儿见了这剑就怕，我却觉得这剑让人心生向往。求夫人教我学剑。我望着他的眼睛，他面无表情，我的心也越发忐忑，不知这宝剑对他而言是荣耀还是伤痛。良久，嫡母冷淡转身，只留给我一个背影。就在我以为被拒绝而沮丧时，嫡母远远丢下一句话来：“院子里扎个马给我看。”从那日起，我便跟着嫡母练剑。春去秋来，转眼我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那一日，我在湖边练剑，剑光乍起，掠过四周的桃花枝，片刻间，所有花茎齐齐落下，断面切口整齐利落。我心中知道我练成了，身后突然响起叫好声。我猛地回头，才发现一群人不知何时躲在山石后，是出来踏青的公子小姐，其中正有我的妹妹江陵。不得不说，江陵确实是当今世家贵女里最出挑的。她今日一身桃红罗裙，公子们簇拥在她身边，频频献殷勤，这是她前世从未有过的荣光。可就在她飘飘然时，公子们却瞥见了湖边舞剑的我。为首的公子率先赞叹：“稀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气动四方，今见姑娘风采，犹胜当年公孙氏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其余公子也纷纷附和，无人再理会身旁的江陵。江陵望着我，目光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。那日我练剑归来，匆匆洗了澡，就听见门口传来喧哗：“林姑娘的伞子丢了，都仔细搜！”我擦着滴水的头发走出，正撞上带着一群丫鬟仆妇的江陵。我不想你又发什么疯。我知道薇薇姐姐不会偷我东西，但未必嫌疑，少不得要搜一搜。仆妇们得令，冲进我房间一通乱翻。片刻后，有人举着簪子冲出来，二小姐找到了，在大小姐的梳妆台里。恰在此时，我爹应酬归来，听见这边人声鼎沸，便走了进来。这是怎么了？他一进门，江陵立刻哭出声：“姐姐，我知道你羡慕我和姨娘的爹爹疼爱，有吃有穿，可你怎能偷我的伞子？这是姨娘的传家宝，姨娘知道伞子丢了，当场气晕过去，至今仍是不醒。爹爹，求您为姨娘做主。”前厅里几个下人压着我，我爹高高坐在主位，旁边是委屈啜泣的苏姨娘和江陵。看着他们俩如出一辙的哭相，我竟觉得格外好笑，当真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我爹勃然大怒：“你笑什么？偷了东西还敢笑我？
将嫁出了你这样的女儿，简直败坏门风。今日便该将你乱棍打死。我抬头冷眼看着这血脉相连的男人，我毫不怀疑他真的敢下手。江家虽不打杀嫡女，可我本就不是嫡母亲生，生母只是个丫鬟。何况嫡母平日待我向来冷淡，外人也不觉得她对我有半分亲情。苏姨娘捂着胸口，连哭带喘。江郎，你是知道的，这簪子是我娘的遗物，前朝宫廷之物，贵重无比。其实再贵重的物件，微姑娘若是喜欢，奴家必定双手奉上。可她为何要偷？若是传出去，江家女儿名声受损，我灵儿的婚事可怎么办？苏姨娘说着又要晕过去，江陵连忙扶住她顺气。我爹盯着我良久，按家法偷窃，当罚30大板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门口突然传来清冷的声音。我看谁敢！嫡母走了进来，她素来早睡，这个时辰本应早已安歇。我万万没想到她会来。嫡母走到我身边，冷淡的直视我爹。官府审人上且讲究是非分明，哪有偏袒一方就直接上刑的道理？我爹脸色一白，苏姨娘立刻哭喊：是非早已分明，赃物都在魏姑娘房里搜到了，难不成就因为她是夫人养的，夫人便要包庇？苏姨娘向来不怕嫡母，这些年我爹宠着她，她早已觉得自己才是府里最尊贵的女子。至于嫡母，不过是个不得夫君喜爱、偏安一隅的废物主母，即便当面冲撞，也毫无惧色。可素来身着素衣、寡淡少言的嫡母，突然转头望向苏姨娘，那一瞬，她身上迸发出令人不敢直视的威仪。跪下！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带着你女儿一起跪下！苏姨娘愣住了，求助地看向我爹江郎，可我爹却没有发话，只是脸色发白地望着嫡母身后，那里站着10来个高壮男子，他们不进屋，只是沉默地立在门外，个个如铁塔般沉稳。那是嫡母从将军府带来的陪嫁府兵，往日里我只当他们是普通家丁，换他们留书礼数，他们也总笑呵呵地应着，还会给我买芝麻糖吃。如今他们全都披甲戴刃，沉默肃立，个个都是跟着老将军上过战场的。我爹的手开始发抖。主母发话，你竟敢顶嘴，着实不敬，还不跪下认错！苏姨娘吓得一哆嗦，这才拉着江陵不情不愿地跪了下去。可她仍不死心，举起簪子递到嫡母面前。夫人，这赃物当真在魏姑娘房里找到的，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前朝后妃的物件，如今市面上早已绝迹。嫡母接过簪子，仔细端详，下一瞬，她直接将簪子掷在地上，什么破烂货色，一世寂静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从未有人敢这般摔她的东西。她自己也愣在原地，看着地上的簪子，连哭都忘了。嫡母冷冷看向我爹：你觉得我温亨的女儿犯得着偷这种玩意儿吗？见我爹讷讷无言，嫡母回眸，吩咐侍女吴妈妈取我的妆珠匣子来。嫡母素来极少梳妆打扮，日常只穿素衣，满头青丝仅用一根玉簪挽起，连我都不知她竟有妆晶匣子。吴妈妈很快带着2个小厮抬来一个巨大的檀木盒，打开的瞬间满是流光溢彩。我爹新娶的顾姨娘曾是出宫的宫女，见过不少世面，此刻率先惊叫出声：天哪，这是细玉，贡品级的翡翠！那块玉田几10年前就已采空，我只在老太妃那里见过这般水头的镯子，还有这珊瑚珠，1颗便能换10颗金锭。族人竟有这么大一串项链！苏姨娘面容呆滞，江陵怔怔地望着满匣奇珍异宝，目光里满是不解、震惊与怨恨。前世她在嫡母身边多年，从未知晓那清冷如血窟的屋子里竟藏着这般多的珍宝。嫡母不理会众人的惊呼，只是转头冲我招了招手：过来，挑几件喜欢的。我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后连忙摆手：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我的东西日后本就该由你继承。一时间满是艳羡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江陵不甘地瞪着我。苏姨娘已是面如死灰，却仍挣扎着做最后一搏。夫人，我知道魏姑娘跟着您长大，金尊玉贵，味同嫡女，我的灵儿比不上她。您想袒护魏姑娘，没人敢忤逆。可难道偌大的江府，主母嫡女便能肆意妄为？嫡母看向苏姨娘，突然笑了。嫡母冷面冷语时，苏姨娘从未怕过，可此刻她这平静无波的微笑，却让苏姨娘生生打了个寒战。嫡母盯着苏姨娘，话却对着吴妈妈说：带上来。吴妈妈会意，转身出去。片刻后，2个府兵押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丫鬟进来。江陵失声叫道：晚翠。苏姨娘狠狠掐了她一把，江陵才将剩下的话咽回去，身子却忍不住剧烈颤抖。那名叫晚翠的婢女趴在地上，浑身是伤，屋内女眷纷纷惊叫着侧目回避，唯有嫡母处变不惊。下午时，吴妈妈便看见这丫鬟在院子里乱窜，故意制造动静引开当值的人，之后又出现在内屋。出来时神色慌张，被路过的家丁撞见，我觉得不对劲，便先做主替老爷审了。这是陆好的口供，晚翠已经签字画押，老爷可以过目。嫡母轻轻挥手，吴妈妈将摁了手印的口供呈给我爹，像是早已预料到苏姨娘他们会狡辩。嫡母悠悠开口，封死了所有退路。卫房有人说我屈打成招，审人的时候
我特意已将家长房主母的身份请了族中长辈前来旁观，他们都可作证，这丫鬟所言句句属实。我爹一手拿着口供，一手不停发抖。他从未想过嫡母竟如此厉害。这个女人自从嫁进来便少言寡语，他嫌她无趣，不甚宠爱，他便也乐得偏安一隅，常在佛堂清修。可此时此刻，他才意识到。这个女人不声不响，却早已将一切安排妥当。她明察秋毫，提前抓到内奸。风波闹起时，她已审完犯人，却又沉得住气，静待对方先发作。如今事情闹大，连族老都见证了审讯，她即便再想偏袒，也无力回天。婉翠吓得拼命磕头：“老爷饶命！都是林姑娘和苏姨娘指使我的。他们说事成之后给我300两银子。”我爹面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他低头看向跪在地上的苏姨娘和江玲。江玲早已吓得如筛糠般发抖。苏姨娘到底见过些世面，此刻梨花带雨地望着我爹，用尽浑身解数装可怜。老爷，奴家服侍您10几年，您救救奴家！我只问老爷一句话：偷窃是大罪，按家法当罚30大板，那栽赃陷害该当何罪？我爹看看哭得几欲晕厥的苏姨娘，又看看嫡母，眼神里满是恳求。他们母女确实做错了，但倒也算不上栽赃。哼，这话一出，连下人们都面露不平。我犯偷窃尚未查明，便要上家法。苏姨娘和江玲栽赃陷害证据确凿，却想轻轻接过，人人都露出气愤之色，唯有嫡母依旧平静如水。原来老爷是这般想的。不等我爹回应，转身扶着吴妈妈的手往外走。原想着家仇不可外扬，指望老爷在内宅给个公道。可如今看来，老爷政务繁忙，早已昏了头，这家务事是断不清了。既然如此，便报官吧。我爹脸上瞬间血色尽失，快拦住他！江府下人们一窝蜂地围上去，想要阻拦嫡母的去路。可嫡母掀了掀眼皮，10几个府兵立刻上前将他护在中心。他们是老将军的旧部，只认夫人，不认老爷。普通家丁在这些铁塔般的府兵面前，早已吓破了胆，不自觉地退开。眼看着嫡母就要走出院子，我爹终于没了办法，他捂住脸，发出一声悲鸣：“来人，把苏氏和那个不孝女拖下去，重打！”月明星稀。我跟着嫡母坐在院子里拨菱角，远处院子里传来苏姨娘和江玲此起彼伏的惨叫。嫡母擦了擦手：“你心里定在笑话我，明明有本事，却不争不抢，这些年过得如此窝囊。”我将剥好的菱角放进雪白的瓷盘。夫人不争，是因为我爹不值得您费心，但夫人若是真心爱谁，还是该争一争的。嫡母的手突然顿住，良久，我听见她悠悠一声叹息。你知道了？是的，我都知道。这些年来，我跟着嫡母去金郊佛寺上香，总见到一个僧人。那僧人总穿着一身半旧的灰色僧袍，眉目俱如山水画一般惊艳。人们叫他孤臣大师。有人说孤臣大师曾是这京城最出众的少年将军，当年白袍云海意气风发。他与嫡母青梅竹马长大，那柄宝剑就是他送给嫡母的定情信物。阿恒，等我回来就娶你。然而那一次出征，10万大军葬身西域，小将军再也没有回来。嫡母想过跟着一起死的，可最终还是没能死成。她嫁了人，从此心如死灰。10年后，小将军回来了，他从修罗地狱里爬了回来，拼着一口气想要再见一见心爱的姑娘。然而曾经心爱的姑娘已经嫁作人妇，小将军没有打扰，他在京郊佛寺剃度，从此法号孤臣。这一切都只是传言。我在佛寺里亲眼见过嫡母与孤臣大师相见，二人遥遥行礼，仿如2个淡淡的路人。如果不是听过那些传言，没人会觉得他们认识彼此。只有一次，嫡母病了，高热不退，流水的汤药灌下去都无济于事，跌在苏姨娘那里。小丫鬟去请了几次，都被苏姨娘的人拦了下来。吴妈妈满头大汗地握着夫人的手，叫她来好不好？叫她来。我站在一旁捧着药碗，几乎瞬间明白了应该叫谁，把药碗塞给吴妈妈。我骑着一匹最快的马冲出夜色，直奔京郊佛寺。孤臣大师来了，没有进嫡母的房间，只是在隔壁的佛堂敲了一整夜的木鱼。嫡母听着木鱼声，渐渐好了起来。隔着一堵墙，他知道他在陪着他，不必见面，自有相同的月华照在2人身上。此刻皎洁的月光下，我握住嫡母的手。夫人，有些事您认为已经晚了，但其实还不晚。他看着远处，若有所思。苏姨娘和江玲在禁足1个月后被放了出来，我爹偏心偏得太厉害，说是各打了30大板，但事实上每个板子都放了水。苏姨娘和江玲当时叫得凄厉，结果不到半个月的功夫就已经恢复如初。私下里再见到我时，江玲笑得张扬：“有那个老太婆给你撑腰又怎样？看吧，一个家最后还是男人说了算，在这府里谁也打不过爹去。”消息传到嫡母这里时，她正临窗修剪瓶中的花枝。听到吴妈妈的禀告后，她扬了扬眉，没说什么，只是伸手剪断了一支开得最妖艳的芍药。她看了看修剪完的花枝，算了，扔出去吧，整瓶花我都不想要了。吴妈妈领着小丫鬟们把花搬出去时，眼角带着笑。我们都知道嫡母这么多年不除掉苏姨娘，是因为我爹配不上她去动手，现在她连我爹一起不想要了，
此后的日子貌似过得平静。嫡母开始教我更深的东西，她带我巡田庄、巡铺子，让我亲眼看着她如何打理浩大的产业。而我在巡查的过程中，惊讶地发现这些田庄和铺子的主人全是嫡母自己，和江府一点关系也没有，这是极度令人震惊的。毕竟在我朝，女子出嫁前的财产都是父兄的，出嫁后哪怕当了主母，所有收入也都是要入公账，独属于女子自己的财产只有一份嫁妆而已。所以嫡母在10几年的时间里，将她的嫁妆扩充了无数倍，打理成了如今这样大的一份产业。我脸色煞白，嫡母瞥我一眼。瞧你那傻样，真以为我这些年来除了念佛，什么正事都不干？做女子的爱和钱总得沾一样吧？我已经没有爱了，再不多赚点，那不真成了废物点心？我忙不迭地点头称是，并惊讶地发现嫡母似乎变活泼了。我跟着嫡母学习致富秘诀的时候，江陵那边也没有闲着，梨园弟子们流水一般出入苏姨娘的院子，丝竹声不绝于耳。我知道是江陵在学绿腰舞，她变得更美了。常年学舞让她的身段轻盈柔软。一起参加京中公子小姐们的聚会时，公子们纷纷称赞她为京中第一美人。他们曾经也被我的剑术所倾倒，但很快发现我性子硬邦邦的，更从不愿意舞剑给他们看。江陵就不一样了，她有那么多的才艺，会唱曲，会弹琵琶，会跳各种各样的舞。公子们赞叹林姑娘真是才貌双全，不知何人有幸将她金屋藏娇。同为江府小姐，这大小姐性子无趣，更无才艺，望她还是跟着嫡母长大的，如今竟比不上二小姐半点。我姐姐有才艺的，她算盘拨得好，以后估计是打算做账房先生呢。说完，他便和周围的公子小姐们笑作一团。很快便到了京中雅集会的日子，江陵势在必得。前世我在佛堂朝经，你在雅集会上献舞，自那之后，小侯爷就对你一见钟情。可是妹妹这一世，会跳绿腰舞的人变成了我，你拿什么和我争呢？我毫不生气，低着头拨弄我的算盘。姐姐看在姐妹亲情的份上，我给你最后一个忠告，别跳绿腰舞。你果然怕了。江陵得意地扬起下巴离去，在他身后，我默默耸了耸肩。我提醒他了，他不听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雅集会那日，各位公子小姐都分坐两边，宣平侯府的小侯爷陆征坐在其中。他一身黑色长服，眉眼俊美的让人离不开眼，却又带着掩饰不住的杀伐气。怕他的人称他为修罗阎王，爱他的人则恨不得奉上一切求他一笑。我的姐姐江陵显然属于后者。雅集会开到一半，随着丝竹声响起，江陵出现在亭阁的正中央。她莲步轻移，甩动水袖，腰肢柔软，千娇百媚，这是苏姨娘的绝杀利器。她一直坚信天下所有男子见了这舞都会神魂颠倒。席上的公子们的确露出了痴迷的神色。然而随着最初的悸动渐渐过去，公子们开始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他们的眼神也由询问转为震惊，最后再转为惶恐。江陵并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一舞跳罢，她盈盈欠身，此舞名唤绿腰舞。她以为会有山呼海啸的喝彩声，然而席间一片静默。随后第一个公子站了起来，抱歉，我有事先行一步，我与兄长同去。立刻有公子跟上，随后其他公子们也纷纷离席，就好像生怕自己走晚了一样，争先恐后的离开了雅集。江陵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他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错。满座的公子中，陆征是最后一个走的。他沉默良久后，起身朝江陵走去。素来冰冷的他，眼角眉梢第一次露出如此温柔的神色。江陵只觉得心口砰砰狂跳。小侯爷，宣平小侯爷。然而陆征径直掠过了他，走向了站在他身后的我。我们是不是见过？陆征并不记得前世的事，他仅仅是对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。然而即便是这一点熟悉，也足够江陵害怕了。尤其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绿腰舞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。我刚回江府就被他一把抓住，是不是你提前做了什么手脚？难道你背着我偷偷练绿腰舞了？你提前跳给他看了。他想扑上来撕扯我，然而下一瞬，房间的门突然被撞开，我爹带着一对家丁冲了进来。他指着江陵，手都在哆嗦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江陵被家丁们按住，他拼命挣扎，哭着问父亲，爹爹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爹溺爱了江陵10几年，这是江陵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可怕的神色。我爹的胡须都在颤，瞳孔因为剧烈的愤怒和恐惧而微微放大。你还敢问？雅集上你跳了什么东西？绿腰舞啊！他心心念念了一世的绿腰舞，学会了它就能走上奔向爱情的康庄大道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前朝灭亡时，我朝的开国皇帝曾在醉酒后对着满殿的舞姬感叹：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呀！舞姬们在跳的就是绿腰舞。从此之后，这支极柔极媚、极娇极艳的舞就被视作亡国的靡靡之音。其实坊间青楼里的那些女子们仍然能跳此舞，毕竟那也只是皇帝的最后之言，朝廷从未明令禁止过此舞。可江陵
她是官家的小姐，她的举动不光代表着她自己，还关乎背后整个家族的态度和脸面。江府千金在本该轻谈诗词文章的雅集会上当众奏乐跳绿腰舞，往日也就算了，如今国势动荡，四面都在作战，我爹再溺爱，他也终究是保不住了。江陵被关在宗祠里7天7夜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形容枯槁，一对昔日里流光溢彩的秋水明眸，此刻瘦得眼眶骨都突出。他没看见我过来，只对着空气呢喃：“你们去告诉父亲，他冤枉我了。这支舞是苏姨娘教我跳的，如果有问题，苏姨娘怎么可能不知道？”苏姨娘或许真的不知道，她自己只是个坊间出身的舞姬，靠着美色和谄媚的本事被父亲带回府里，但上限也仅仅是做个不输府门的妾室，妾的眼界到底是有限的。又或许苏姨娘其实也是知道的，但她需要赌这一把。这些年来，她打着江府的旗号，在外面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，如今欠了巨债，她知道如果东窗事发的话，父亲不会放过她，所以她需要女儿嫁入高门，成为她新的依靠。江陵呆呆地看着我，良久，他摇着头，不对，这不对，上一世你明明也跳了，为什么你跳了绿腰舞就得到了陆征的爱？那妹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陆征爱我，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绿腰舞。上一世我不愿意跳绿腰舞，虽然跟着苏姨娘长大，但我只要有机会就会去学堂里旁听。我知道与绿腰舞有关的一切，更知道一旦我跳了此舞，不但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，更有可能让整个家族大难临头。但是苏姨娘逼我，她抓着我的手掩爱。菲儿，你父亲又纳了新的小妾进门，这江府眼看就要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你信我，只要当着那些王孙公子的面跳这支舞，总会有人愿意娶你。妻也好，妾也罢，总之在你跳不动这舞之前，咱们总还有10来年的好日子过。我仍然拒绝。然而苏姨娘绑了我身边的小丫鬟，用他们的性命要挟我。你不跳是吧？那左右活着也是没意思，不如将这几个陪你多年的丫鬟打死，叫身边的人先给你陪葬。我让苏姨娘放了小丫鬟，然后在雅集上跳了绿腰舞。在我跳这支舞时，陆征是厌恶我的，他认定我是个为了讨好男子甘愿自轻自贱的人。直到他发现我在跳完那支舞后，没有和在场的任何公子说话，而是一个人去了后院。陆征赶来时，就看到了我在墙上写下的词，不是爱风尘，自被前缘误。而我在誊写下这首绝笔词后，已经吊起了白绫，想要了却这绝望的人生。那一刻，陆征才意识到，绿腰舞的背后是种种不得已的苦衷。他救了我，又帮我镇压了在场的其他公子小姐，以宣平侯府的势力，让他们不得在外提起我跳绿腰舞的事。我为了谢他，送了他我亲手做的剑穗，他作为还礼，送了我文房四宝。后来他用那柄剑在战场前线杀敌，我用文房四宝在大后方写下对他的思念。最终陆征战胜归来，3书6礼求娶于我。那婚帖上写着愿聘汝为妇，永结同心。可我们没能永结同心。前世陆征战胜归来时，只看到了我被大火烧得漆黑的尸骨。那一日，百战百胜的宣平侯走出江府，背影如同一条丧家之犬。人人都知道他的未婚妻死了，于是流水般的媒人来到府上劝他节哀顺变，为他介绍新人。陆征赶走了他们，然后独自来到了京郊佛寺。佛寺有3000级台阶，他一阶一阶的磕头磕了上去，点燃了长明灯。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纵是东君主，去也终须去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住也如何住？陆征突然哭了，他对着满殿神佛叩头，一下又一下，求他们救救我，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他磕的额头全是血，直到一个灰色身影在他面前停下。僧人垂眸望着他，眼神悲悯。人间最是相思苦，罢了，我成全你。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是孤尘大师告诉我的。那一日，他为嫡母敲了整夜的木鱼。离开江府时，他对着我笑了笑。姑娘，我的苦在于生离，那个求了你重生的人，他的苦在于死别。好在如今你们有重见的机会，请务必珍惜这段缘分。月色下，孤尘大师向我合掌，他自己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但仍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此刻，我看着呆滞的江陵，你明白了吗？所谓的歌舞才艺，博得的不过是一时的宠，而爱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，它需要2颗心的相知相许。我与他结缘，或许是因为绿腰舞，他爱上我恰恰与绿腰舞无关，自始至终结局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他不爱你并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因为你不是我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便不会被嫡母收养，更不会知道孤尘大师的故事。所以我这一世的幸福安稳，还要多谢你的成全。江陵疯了，他在半夜时逃出了关押他的宗祠，然后来到苏姨娘的屋子里，掐住了苏姨娘的脖子。我以为整整2世他最恨的人是我，这时才发现他真正最恨的人是苏姨娘。前世是苏姨娘在侯府来求娶我时，跑到嫡母的院子里耀武扬威，她说自己比嫡母得宠，自己的女儿也比嫡母的女儿更争气。跳了我叫他的绿腰舞，小侯爷对他一见钟情，不是奴家夸口。谁学了这支舞，谁便能抓住天下男子的心。
跟着嫡母的江陵听了这话，信以为真，由此产生了执念。也是为了学到这支舞，他忍受着苏姨娘从小到大对他的各种利用和折磨，却不想最终一切都是一场空。江陵掐着苏姨娘的脖子，声嘶力竭的尖叫，而苏姨娘也拼命挣扎，毫不示弱的骂了回去：没出息的东西，你自己没用，得不到男人的心，如今反倒怪起我来了。倘若当初我收养的是魏姑娘，她现在早就嫁进高门，接我过去一起享福了。他们厮打间碰翻了烛台，熊熊大火燃烧又熄灭。昔日里香金雕玉的屋子被烧成了一片废墟，而苏姨娘与江陵也全都殒命其中。不过短短几个月，爹就将那房间重新修葺好，新入府的姨娘住了进去。据说那姨娘昆曲唱得最好，多次在外炫耀。别怪老爷这样宠我，若是有谁能把这出《牡丹亭》唱得像我一样好，谁便能抓住天下男子的心。江府的烂糟实在与我无关了。1年后，我与陆征正式成亲。出嫁那日，我穿着嫁衣拜别高堂，嫡母坐在高处。此时她应当按照流程说些体面话，比如侍奉夫君、孝顺公婆，但这些嫡母都没有说。她沉默良久，最终只轻声开口：“威儿，你要快乐。”那是她前半生没有得到的东西。送走我后，嫡母将准备好的和离书放在我爹面前，我爹惊呆了，震惊过后便是狂怒：“你疯了吗？温家不可能允许你和离！”的确如此，所以我已经和温家断绝关系了。我爹睁大了眼睛，他不敢相信一个女人跟夫家和离，跟娘家断绝关系，他该怎么在这世上生存？半晌，我爹恍然大悟，他指着嫡母指尖哆嗦：“我懂了，你是看你女儿绑上了永平侯府，觉得自己有靠山了是吗？”我需要什么靠山？若说财产，这些年我经营下的产业，足以让我8辈子吃穿不愁。你们江家跟温家加起来，都没有我富。若说安全，嫡母拎起那把在他房中放了近20年的宝剑，拔剑出鞘，血色的寒光立刻照亮了室内。老爷与其操心我，不如多担心你自己。嫡母终于离开了他生活了10几年的江府，他将财产清算干净，江府的东西他绝对不贪，而他置办的那些田产铺子，江府也绝对别想占到半点便宜。我爹被他气得病倒在床上，等好不容易病好了，发现府里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。主母走了，剩下的那帮娇艳妾室全都是只知道花钱不知道省钱的主，让他们争宠，他们一个个事迹层出不穷，让他们管账，他们个个两眼一抹黑。我爹没办法，想着另娶续弦，可京城中但凡好一点的人家，早就听说过他宠妾灭妻的光荣事迹，根本不愿将自家女儿嫁过来受这个委屈。我爹没办法，只得重新求到了嫡母面前。夫人，过去是我不对，我后悔了，我并不想跟你和离，前尘往事尽数抵消，你跟我回去吧，从今往后你仍是我江府的主母，再无人能越过你。嫡母喝着茶，半晌把剩下的茶往我爹脚下一泼。这屋子近来风水不好，怎么总进些邪祟？吴妈妈有空的时候请道士来做一做法事吧。我爹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想发作又发作不出来，被吴妈妈请了出去。他离开后，嫡母看向屏风后，行了，出来吧。我这才笑嘻嘻的走了出来。他白了我一眼，愈发没规矩了。那到底是你亲爹，你连出来跟他见一面都不愿意，就这么躲着看他笑话？谁爱我，谁才是我的血肉至亲。当初为了一根簪子要打死我的亲爹，谁爱要谁要。所以每到了回娘家探亲的日子，我也都是来找嫡母，从来不去江府。嫡母仍然住在血窟式的屋子里，房中只有一顶香炉，一尊佛像。可我已经识货了，我知道那香炉中的沉香比金子还贵。她一直都是隐藏的富婆，只是懒得显摆，而世人也往往缺乏见识，总将珍珠当作榆木。嫡母洗了手，在佛前焚香，仍然是那副冷冷淡淡的模样。讲讲你在侯府的近况。半晌，已是侯府主母的我，立刻又变回了那个被老师拷问功课的学生，半点不敢掉以轻心。自我执掌中馈以来，商铺宅邸铺面都已清点完毕，府中下人治理得当，个别刁奴皆被处置，小惩大戒，以儆效尤。同时，我得到小道消息，陛下即将与西域通商，因此我提前用嫁妆制备马匹、茶叶、丝绸、瓷器，更准备在官道附近勘察，把合适的位置开设客栈。未来这些收益不入侯府的公账，即作为女儿的立身之本。我自认为交出了一份不错的功课，嫡母却看着我叹了口气：“谁问你这些了？这些教过的东西，我自然知道你学得很好。我不放心的是那些我没教过的。”我低下头，缓缓红了脸。他待我很好，跟他在一起，我每天都高兴。嫡母终于满意的笑了。她曾告诉我，身为女子，钱和爱我们总要占一样。现在换做我来告诉她，贪心一点又何妨？两样全都可以要。嫡母看向窗边，那里有一只青玉花瓶，里面插着一只绽放的红梅。窗外夜色渐浓，有灰袍的僧人背着花锄，将新鲜的梅花送来。月色下，他长长的行礼，嫡母亦行了礼。透过窗边那株怒放的红梅，我望向远处，依稀看到了意气风发的少年。等我战胜归，就娶阿亨。好，那你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其实等太久也没关系的，因为不管世事怎样变迁，相爱之人总会再相逢。自此，千山无悔，万水无冤。